这韩主任挑着债权人，跑到咱律所来跟我这讨债了，还好有人帮我压住了。银行的事儿没有证据，我们先不要乱想啊。银行本来就是占有优势的，那现在他又抢先一步提出了诉讼和保全，我们要做更坏的打算。哎，英子，你现在除了这套房子，还有别的住处吗？没有。要是真把我赶出去，那我只能睡大街上了。行了，没有那么惨，哪能让你住大街上？秋华，我跟英子再说几句话，你去把韩律师给我叫好。接下来的日子呢，你肯定会很难熬的。我想了一下，律师费我就收一半，你拿回去100万。我刚才跟您开玩笑呢，方律，不用。这个我就要说你了。女人呢，可以要强，但是不能逞强。当时我之所以答应做你的律师，看的不是这200万，是你那种遇事不慌，能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来保全自己。哎，我觉得我很欣赏你。这20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对你来说，那可是救命的钱。听我的话，拿回去100万。方律，我也不是逞强，我用这个钱来购买您和秋华的法律服务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值这个价。那至于我自己呢，您可以放心，我吧，就是到什么时候都想活得体面一点。我不接受别人的怜悯，也是体面的一部分。好吧，随你。师傅，方律，找我有事儿。坐。是你把罗英子丈夫逃跑的事儿告诉银行的？嗯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我可从来没和那个银行打过交道。你不是挑拨他一个私人贷的债权人到所里来找他讨债吗？啊，那是我一个当事人，我也就那么随便一说。可银行的事我从来……行了，甭解释了。老韩，我这个人呢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忍，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来影响所里的利益，我可忍不了。更何况是陷害我的当事人。你是个老同志了吧？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第2次，好吧？别忘了啊，我这儿可有你好几个投诉呢，都替你压着呢。真不是我说的，私人贷的事儿是我随便一说，这个错我认。可银行的事儿真不知道我。行了，你也甭解释了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以后真的不要有这种事情再发生。去忙吧。韩主任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我的过错责任认定。什么东西？秋华，倒杯水。攀上高枝儿了，想踩着我的头上往上爬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一个实习律师，
你想踩着老江湖头上拉屎？那什么意思？支使不动了是吧？我喝茶呢，你给我倒温水。这不冒着热乎气儿呢。你想烫死我？韩主任，您遇上事儿别把邪火往我身上撒，行吗？他那个案子不许再跟了。我是签了协议的，和方律同一份协议。你也拿方力宏来压我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您先冷静一下，我先出去忙了。嘿，方律师，您好。哎，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这不是有事儿吗？啊，那个于行长在开会，他让我呀先招呼一下您。老于说了，说中午不许走，他要请您吃饭。哎呀，吃饭俩这么说，这不是有事儿来吗？方律师代理过他们的一个案子，那肯定配合，他们肯定配合。1个多亿呢。那您看看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是跟我们过去看呢，还是先在这歇会儿？现在就过去吧。和上次一样，身份证是我的，签名不是我的。签名，我看看。签名，哎呀，这笔记这个东西，哎，方律师，哎，我记得有个说法叫“谁主张谁举证”。那您要说这个是伪造的，那您就得找出证据来证明啊。我们会向法院申请做笔迹鉴定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既然是2个人的签名，那办贷款的时候一定是2个人一起来才对。当时的监控录像总有吧？监控录像。哦，监控录像那个时间段坏了，好，一直没修好。真够巧的。是，太巧了。经办人总在吧？他在。你需要把他叫过来吗？那肯定要叫过来呀。哦，那我现在去叫，诸位稍等啊。王经理好，王经理好。哎，陈律，行里出了点事儿，你得赶紧过来一趟，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事儿要是闹大了，成了坏账，咱俩谁也跑不了啊！现在只能将错就错。哎，你也不用紧张，当初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行里的利益考虑。再说了，那个刘明之前的信贷记录一直非常好，咱们帮他办这笔贷款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错。那房子不是还在咱们手里边压着呢吗？我尽快处理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人叫罗英子，进去之后我会给你介绍，你什么都别管，就一口咬定是他就行了。知道了吗？明白了。看你的了。来了来了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们当时的经办人小王。小王，这位是方总。方律师，他之前给咱们银行挽回过1个亿的损失。
哎，这位是姑娘，你确定当时是他办的贷款吗？那天来的就是您，是吗？我认错了，那天来的是你。胡说，我就没来过你们银行。就是您，那天您跟您丈夫来办贷款，我给你们办的。姑娘，你对自己说过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明白吗？哎呦，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嘛。方律师，您要保护您的当事人，那我们肯定要保护我们的股东利益啊，对吧？都有责任。那个王经理肯定是交代过那女孩了。伪造签字不怕，咱们可以在庭审中申请鉴定签字的真实性。但问题是，银行已经冻结了这个房产。如果银行贷款认定是夫妻债务的话，那这个房子就很难保住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单单打掉抵押协议的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，重点在于，贷款的这1000万，是不是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共同生活？但问题是，刘明已经伪造你的签名，变更了法人和股东，所以呢，这个贷款如果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，也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，并且那这个房子，刘明他也有份额的呀。所以呢，准备好吃官司、腾房子喽。我知道了。不过有个办法啊，您说。可以保住这个房子，起码是暂时保住吧。刘明他是在出走前1个月贷的这1000万，对吧？贷完之后，他立刻把钱就转到了国外，恶意非常明显。那现在你如果去公安部门告他诈骗，如果公安一旦立案，那银行诉你的案子就不得不延后。我提的这个方法，你好好想想。方律，上车吧。走吧。哎，不是你会不会？又是你啊！要说咱俩没关系吧，我觉得都没人相信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不是你怎么停车的呀？啊，我怎么出去啊？我怎么停车了？你看看你那车都没停在停车位里面。那边的车一辆一辆这么排过来，我就停了。那别人干嘛你就干嘛，那么没个性啊！快点的，你倒出去让我出去。你出吧。我出不去啊！一把轮不就出去了吗？这么宽。我一把轮只能把你给撞了，你信不信？行行，你下来吧啊，我给你开出去，我还赶时间呢。下来。哎，陈律师你好啊。哟，方律好久不见啊。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来办点事情。好。他手比较潮，麻烦你了。嗨，不麻烦，开出去。小心点，别把我车蹭了。马路杀手。麻烦来了。怎么了？我怎么就忘了呀？他是银行方面的代理人啊。方律师，您还害怕他呀？不是怕。这个陈硕呀，他在律师界是出了名的没底线。只要能赚钱，什么官司都敢打；只要能赢官司，什么招数都能使得出来。他代理了一个农民工的讨薪的案子，成功的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资。可是结果呢？当事人翻脸不认账，
不想给他律师费。那然后呢？他反过来把当事人起诉了。啊？他居然把自己当事人告了？知道他标的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1块钱。行。哎呀，当时啊，这个案子真是在律师界传遍了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他标的1块钱的这个目的啊，只是表明他的一个态度。他又不缺钱，他要的是个理字。所以，陈硕这个人，没人能猜透他到底会怎么出牌。这傻大姐，把男人给骗成这样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没事儿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所有的手续呢都挺齐备的，法院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房产抵押贷款合同无效。啊，哎呀，那就好。但是吧，得提防他们另一手。哪一手啊？基于现在所有这些证据呢，她可以去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说她丈夫刘明是诈骗犯，人在国外抓不回来，那抓不回来就没法结案，结不了案，你们带出去的钱呢，他就……哎，不是那不行啊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我想想，哎呀，没什么大事儿，这不是对房子做保全了吗？房子在咱手里的话，这也逃不了。哎呦，那可不一定。这现在的欠债人为了逃债，使什么招的都有。哎，罗英子，你怎么认识的他呀？嗨，我呀，阴差阳错的跟他打过几回交道。那前2次交手呢，我倒是也没输，所以他虽然不简单吧，我倒是也没觉得他多了不起。那也要提高警惕。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事儿，你抓紧想想，不然恐怕连机会都没了。方律师，工商登记那边，我不想再追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要承认你是公司的法人？哼，我承认不承认呢？现在不都是我吗？那如果法人打不掉的话，这银行贷款更打不掉了。你想好了？我先不追了。多像候鸟，满世界环绕，却从来无处落脚。不过有一个办法呢，可以保住这个房子。你说，起码是暂时保住吧。那现在你如果去公安部门告他诈骗，如果公安一旦立案，那银行诉你的案子就不得不延后了。所有的高楼都闪烁着匆忙的灯。再见啊，英子。不要再来了啊！孩子不努力，受不了。我就离开，飞往深海，长夜里找一朵浪花的洁白，那个未来。Just say goodbye， 更远处总会有属于我精彩。我看见微光里有人在等待。罗英子，罗英子在家吗？罗英子，开门！开门！罗英子，还钱，快点！哎，我们是代表民商银行的。罗英子，喂，姐，门口来了一大群人，说是什么银行的，一直在砸门，说要逼咱腾房子。你赶紧报警，锁好门，我这就回来。
秋华，你赶快告诉方律师。方律，有一帮人闯到罗云子家里去了，现在逼着他腾房子。啊？不用说，肯定是陈硕出的主意。你马上赶到罗云子家，我现在就和法院联系。好。喂，秋华。喂，英子，你在哪儿？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好，我现在就下楼去找你。你怎么不打伞呀？你弄湿了。来，洗。方律师刚才跟法院联系过了，和法院没关系，法院只是冻结了你的房产，应该是银行自己找人干的。你耍混蛋呢，真的。方律师说，民商银行是一家民资小银行，当初刘明在这家银行做贷款，肯定也是有选择的。为了要回贷款，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我估计应该是那个陈硕律师给他们出的主意。他可真不是东西，都是同行，何必呀他？罗律师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你要是个律师，你就走正道行不行？啊，非要使下三滥手段吗？哎，你让你丈夫坑了，你在这跟我撒什么气啊？都已经走诉讼程序了，房子已经冻结了，你让银行那帮流氓去骚扰我家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方律师已经赶去法院了，但是他嘱咐你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，他们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的。大不了就一条人命呗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是一直砸门。砸开了吗？没给他们开。然然，姐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来了好几个男的一直砸门，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。您是房主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是警察同志，我是和民商银行有这个债务纠纷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诉讼程序了，法院也冻结了我的房子，但是在这个案件审结之前，他们是没有权利这么做的。我们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说是过来协商的，你们之间有债务纠纷，还是好好协商比较好。这是我们的出境记录，没问题的话，您在这签个字。嗯，好。欠银行的钱呢，还是早点还上比较好。现在他们已经走了，如果他们再来的话，你们可以继续报警，走吧。去吧。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嗯，反正。对，警察来了你们就走，警察走了你们再去，就这么跟他玩。哎，见，王经理。哎，先不说了啊，我这儿来就。哎，陈律师，不是你派人去逼刘英子挪房子是吧？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？说什么必须得把房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稳固啊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说房子已经被保全的没一张腿跑不了啊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现在的人为了逃债，真的是什么招的都有，我不得不防。哎，我上次那个坏账，我们上级领导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呢。哎，陈律师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就别忘了。有关系，王经理，你看。他是律师，我也是律师，我们是同行，你这不把我陷入到不仁不义的境地了吗？怎么就不仁不义了？这扯得上关系吗？哎，你不会是看上人家，怕人也怪罪你吧？我怕个头啊！真是，不是王经理，咱换个方法行吗？一会儿你去找他们银行的负责人，跟他们商量商量。嗯，我去找方丽红，跟他们沟通一下，把这个情况跟他汇报一下。谢谢。兰兰，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也可能解决不了，我们这2天都要忙。你要是害怕，你就先回家待几天，给自己放几天假。一会儿我们俩还得再出去一趟，你就把门反锁好，他们不会破门的，知道吗？行，姐，那我先回屋了。嗯。姐，他又来
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别报警啊！没看出来吗？咱们报了警，他们就走。警察走了以后，他们又来了。我去处理。还钱！嘿，敲了半天，家里有人啊！还钱！别堵我们家门，出去说。罗英子是吧？哎，您这个房子呀，现在归我们银行了，我们是过来给您搬家的。案子还没判呢，怎么就归你们银行了？我是罗英子的代理人，你们谁是负责人啊？我，你们是代表民商银行来的？银行王经理派我来的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从法院拿的查封裁定书。哎，这房子啊已经被查封了，你们赶紧把这房子腾出来，钥匙交给我们保管，我们好帮你搬呀。这个房子只是被查封了，现在法院的判决结果还没出来，你们无权要求腾房，明白吗？法律上的事儿我不懂，我只是执行命令。你们先回去，让你们银行的负责人来，好吗？王经理的命令就是帮你们腾房子。罗英子女士，要不您把这门打开，让我们帮您搬一搬？开不了，你不是有裁定书吗？自己破门进去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听我说，我现在就去你们银行去找你们的负责人，好吧？等我回来之前，你们谁要敢动一下，你们就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赶紧回去，把门反锁上，等我回来。起开！他这等着。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黄律师，我现在正在往银行赶。好，那先这样啊。哎，再见。师傅，麻烦您再快点开吧，谢谢。好嘞。小王是吧？咱们见过。王经理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告诉我，你们的人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了。他陪客人吃饭了。你去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快去，快去吧。哦。但是王经理，我首先给你保证啊，这罗英子呢一定不会逃债。再有就是你们银行这，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小王，啊，你就说我不在就好了啊，就这样。稍等啊。对方的律师来了，说我们涉嫌犯罪，没事吧？吓唬你们呢？但你这么做确实是不太合适，把人撤回来就得了嘛。啊，行，我知道啊，一会儿马上过去。哎呀，陈律师，这人肯定是不能撤。哎，您是我们银行请的律师，您得站在我们这边啊，一年拿着好几十万呢。哎，现在对方的律师来了，您赶快过去，给我应付一下。我要吃饭。哎呀，你就算帮帮兄弟我，走，先应付一下。行，就去。王经理。一会儿就看见了。王经理，陈律师还在呢。啊，韩之通的徒弟是吧？对，我叫秋华。老韩最近效益不好吧？连把伞都不给你配了。陈律师，你们这事儿做的不对啊！那房子已经被你们查封了，法院的判决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下来，你们没有经过执行程序，怎么能随便往外赶人呢？谁赶人啊？这不就是去看看吗？告知债务人积极的配合清偿。这民商银行呢是家小银行，经不起太大的损失。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很容易就明白这事儿了。陈律师，都是同行，你有必要下手这么狠吗？哎，你刚说到理儿上了，都是同行，你就应该更明白。我是民商银行的律师，我得保证我当事人最大的利益吧。方力宏律师已经把这个情况向法院汇报了，你们这么做肯定是违法的。放心，我们呢只要那屋子的钥匙。这官司不是还没开打呢吗？只要我们不卖那房子，
这法院应该管不着我们吧？这回是这意思啊。都是律师，何必相见太急啊？识人之路，忠人之事。小王，哎，我伞呢？哎，外边雨大，别难为自己。开门，团姐。开门，团姐。开门，团姐。团姐，团姐，团姐。喂，杨子，我回来了，你开下门。团姐，团姐。兰兰，你去拿一下毛巾。我去了，不起作用，是陈硕给他们出的主意。你们报案了吗？报了，兰兰报的。来，我给你倒杯热水。谢谢，谢谢。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，警察一来，他们就走了；警察走了，他们又来了，没辙。刚才在回来的路上，方律师来了个电话，他现在人在法院，他把这个情况也向法院汇报了。法院说他们也没有合适的途径干预。谢谢。然后他又跟银行联系，银行的行长和那个王经理手机一直关机，看来他们是串通好了要折腾你啊。开门，团姐。开门，团姐。开门，团姐。团姐，团姐。开门，团姐。开门，团姐。行吧，那我就办了。团姐，团姐。我觉得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如果你就不办，他们也没办法。可是如果我不办，我接下来的生活就会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。我不想和流氓打交道。死了！没事。没事，甭管了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哎，好。兰兰，你先上车啊。都搬完了吧？都搬空了吧？恭喜你啊，成功把我驱离了。上去贴封条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走。你这些东西打算往哪儿搬啊？我在这附近订了一快捷酒店，住几天吧。到时候再想想租房子的事儿。英子，抱歉啊，你那么信任我，让我当你的律师，我也没保护好你，把你弄得这么狼狈。你瞎道什么歉啊？他都跑了好几个月了，我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了。我就觉得事情还没到最坏的时候呢。不是，
车也塞满了，你怎么回去？你就甭管我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前面有地铁，我坐地铁就行。你路上开车慢点啊，谢谢啊。我走了，我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送你上车。没事没事，我有伞。啊，那我走了啊，你慢点开啊，你也注意安全啊。好嘞好嘞。他们说人只来一趟世界，他们说后悔没有界限，善变或只有变。他们说每个人都会心软，何必要揪着痛问个真切，永远不知永远。体面就是会告别，要期待上一个明天，怀抱着头入心的圈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罗英子的笑话吗？哎呀，我哪是那种人啊！我恰巧路过，你上哪儿？我捎你一段。不用了，你走吧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拗呢？各为其主，你不知道啊？这么大雨，你淋病了，我罪过大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快走吧！你要不跟我走的话，不上车，我就一直这么开着。这屋里怎么一股烟味儿啊？这咋住啊？你要住不了呀，你要不然就回老家待几天，反正我这也没什么事儿。不回去。挺好的呢，有床，能洗澡，这还有俩猫头鹰看着咱们。洗澡去吧。这找人去逼龙英子腾房子这事儿呢，主意不是我出的。银行有银行的难处，他们也害怕呀。这么多钱贷出去要不回来，没人担得起这责任。不过也没事儿，反正我明天就再跑趟银行呗，我做做他们工作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这龙英子再尽快搬回来，行吗？你还是自己告诉他吧。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他已经搬不回去了。我随着风吹过的方向，追着阳光和土壤，自由生长。可总会有弯路，多一些照顾，黑夜只是清晨的雾，随它放射云海，我有我的行程，是爱走得太匆忙，做自己温柔的光，自由飘有事啊？没事儿，
我想您了。我还有课呢。梅先生，您把您宿舍钥匙给我吗？太累了。哎，我们是代表民商银行的。你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。刘明不想盯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林先生，对不起。你睡觉一直这么惊醒吗？自从我丈夫跑了以后，我总觉得有什么坏事要发生着。怎么了？他把房子做抵押贷款了，然后我就被银行从房子里给赶出来了。不是还没判吗？是那个大正律师所的陈硕耍了印章，银行就耍流氓了。那搬出来就搬出来了。谢谢。李先生，你说这才多长时间？出这事儿之前，我还是一个衣食无忧，因为闲得无聊才考个正班的人。这一转眼，爱人跑了，负债累累，居无定所到，连一片屋顶都不属于我自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都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我又做错哪儿了，就让我承担这一切？我知道这种感觉。3年前我经历过。那时候，我和我丈夫于大良是良城所的创始合伙人。我们野心勃勃，意气风发，想把良城所办成全国一流的所。可是突然之间，我们就成了戴罪之身。我丈夫倒在了法庭上，我被剥夺了律师的资格。和你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有人害我们，是谁？为什么？我至今都想不清楚。我
我突然失去了丈夫、家庭、名誉、财产。我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我丈夫的名字。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。这事儿一定得还我们一个清白。可是到现在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李先生，跟您一比啊，我这些经历真的是不值得一提。只要活着就好。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看看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。我过得挺好的，吃得饱，睡得香的。你还特意来看我一趟，不放心你啊。方律师说你可以休息几天再去上班。不用，我明儿就去上班。方律师说的办法你不考虑考虑？什么办法？报案啊！如果刑事侦查能够启动，银行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会延后。认定刘明有犯罪行为，恶意制造债务的话，对离婚案子会有利的。我认真考虑一下。想喝酒吗？可以喝点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对，早晚都会过去。是人还是动物？动物，大还小？可大可小。怎么可大？没错没错，确实可大可小，没错。是喵喵，还汪汪汪。这太明显，作弊。没办法，这喵喵喵，这我不能不回答吧？输了，来吧，你们都输了，来吧。哎呀。我太了解他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新疆人。那个朋友去打个招呼。继续。这是我的，没问题。这么吵，真是。这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孤孤单单的啃面包啊？搭档呢？罗英子啊。罗英子托您的福，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，您不知道吗？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又不是我的当事人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对你的心情一点影响都没有吗？没有，对你有影响？你这么快乐，我真的是难以理解。有什么难以理解的？我还纳闷了，你怎么办案子一直这样啊？你当事人遭遇了不幸，你怎么着？你得跟他一起死吗？你嘴上一直是这么不饶人的吗？我实话实说呀。当几年律师了？我还实习。哎，那就可以理解了。作为前辈呢，我就给你一条忠告：当律师的，把自己的生活和你的业务要分开。
当事人就是当事人，你就是你，拿了当事人的钱，你给他打官司，这是分内之事。但是说到底，这就是谋生手段和业务而已，跟你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听懂了没？教育我，你真是一个冷血动物。没所谓，别自己坐着啃面包了，挺可怜的。我这几个朋友都在，一起吧。我不需要你可怜，我不喜欢热闹。真无趣，那你自己坐这儿继续深沉。这次喝了，来，别喝吧，胖的、瘦的，胖瘦都有，看哪个朝代，不是胖瘦都有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陈律，你的伞拿着吧。留个电话吧，为了案子还得跟你联系呢。是为案子吗？开玩笑，行，拿了。好了。哎，借伞还伞，经典桥段呀，硕哥，你可以啊。我不喜欢脸丧着的啊，这不是我喜欢的。看不上了，是吧？刘明儿，希望你看到这封邮件能回复我。昨天银行把我们那套房子收走了，我被人赶出家门，淋着大雨连夜搬家。房子是你背着我抵押给银行的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身边的人都劝我向公安机关报案，举报你诈骗。你知道你会被判几年吗？3到10年，甚至更多。柳明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。是我喜欢的吗？那谁知道你啊？你看还是不是这唐朝？不是，哎，我有不可能不喜欢这个吗？再去打个电话啊，来。不可能，不是这。又怎么了？马上上。就我有可能不喜欢吗？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有情况。有情况。来吧，陪一个，各位。罗英子托您的福，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，您不知道吗？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他已经搬不过去了。旅馆，大步的。多余打。姐，你咋还没睡呢？没事儿，你好好睡。还是不打算告他？暂时还不想吧。对他还有幻想？都到这一步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幻想？如果你不举报刘明诈骗，你所面临的所有官司都很难赢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我只要有案子打就算是自愿。但方律不一样，毕竟他更重视自己的职业声望。他为什么不收你那么多钱呀？主要他是觉得你这案子不管怎么打都是输。我就是无论怎么想，
都觉得自己目前还对他做不到那一步。尽管是遇到了这些事情吧，我仍然觉得他还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。人呢不坏，性情是有点软弱，遇事就喜欢听别人的。原来是爱听他妈妈的，后来跟我结婚了，我就以为他会一直听我的，后来才知道人家又听别人的了。但是我就是弄不明白，就算是他有了个温丽，也不至于对我这么狠心吧，对我做这些。所以在我没弄清楚之前，我觉得我对他还下不了狠手。好吧，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咦，秦爱莲工作的饭店吗？想他来了。大概是秦爱莲出事的前1个月吧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她离开的时候，我正在休假呢。不过我听说她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失误被老板给开的。哎，先生，您是要用餐吗？啊，淮扬堂。你怎么来了？吃饭呢。接着问。啊。原金北那么多饭店，你跑这儿来吃饭？是啊。你是不是还盯着秦爱莲呢？哎呀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。王大队长，你别那么正经啊！是不是这警察查到什么了？给我透露点。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啊！等我们抓到人，移交检察院，你再想着怎么挣你代理费。快走！不行，你就过去，我知道，走，进去。189。喂，老薛啊，麻烦你出来一趟吧。秦爱莲工作那饭店你知道吧？我刚路过这儿，看王瑞在这问服务员话呢。你过来一趟，套套话，看看服务员是不是说了些咱们不知道的信息，好吧？这些日子呢，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证据。当然了，这都是秋华做的，有英明公司的工商低档，以及你和刘明的账户的来往流水，还有你过去的收入。我们想在法庭上证明呢，就这个公司从来没有往你账上打过1分钱，你的收入呢都用于了家庭支出。但是这些证据呢，我觉得很难说服法庭认定公司的债务和你没有关系，因为刘明在出走前的半年他就开始借私人贷了，所以法庭很可能认定这个债务是用于经营公司和你们的家庭生活。所以啊，英子，你要做好准备，私人贷你要负责的。我知道，方律。其实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要输的，只是想和他们这些人在法庭上做个了断吧。其实只要上了法庭，我已经赢了。只不过方律就是对不起您了。你也知道这2年您的败诉记录很少，我可能要给您抹黑了。这个不重要，我既然答应做你的委托代理人，我已经做好败诉的准备了。其实房子被银行收走是好事儿。你想，如果这些私人贷的公司知道你还有房产，哎呦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那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是。刘明的银行流水啊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很少花钱，他所借的钱呢，都用在了经营公司的上面，只是说他经营不善赔掉了。要不是这最后1000万，我宁可相信他只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，他并没有想害你。
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，所以才会犹豫着不去告他诈骗。今天回去什么都别想啊，好好睡一觉，为明天开庭做好准备。哎呀，这一趟累死我！我让你干点活，你就说累，不是让你查的事儿查没查到？你自己有线索，怎么不自己查去啊？就知道欺负我！我是你让人王瑞再碰上，那不合适了吗？兰亭雅舍和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我都去了，还真查着点东西。等着啊，发过去。到了。吴航，京北大学新闻系前年毕业的，据说还是个高材生。秦爱莲男朋友啊？我不知道。他第一次去兰亭雅舍啊，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估计啊是去那儿消费去了，但是不是俩人那会儿认识的查不出来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吴航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找正经工作，也上兰亭雅舍打工去了。你说一大小伙子上兰亭雅舍能干什么呀？你说他干什么呀？哦，你这么说的话，俩人是认识，对吧？不止这些呢。秦爱莲出事儿前3个月，这吴航还到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打零工去，但没干2个月就让老板给开了。为什么呀？这老板说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了以后对秦爱莲动手动脚的，吴航把人给打了。老板怕担责任，就把吴航给开除了。我刚刚看这照片，不像打人的人。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说现在这帮大小伙子，你说你这么好大学毕业以后，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这还研究生呢。哎，你们家那学历制啊，你小心点啊。看着是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不一定背着你啊，在外边干了多少混事儿。你说我们家这个熊孩子，自从上了初中之后，这脾气就见长，他妈说一句话顶一句，说一句话顶一句。没事儿，不用管，只要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哎呀，小叛逆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们还像以前管得那么严，这孩子压力大了，保不齐哪天给你们来个原地自爆，干点什么自毁的事儿，你说你们两口子后不？自毁。老薛，你再查查那吴航跟他父母关系怎么样？说话呢，你呀，你成天跟我这儿钱不钱的啊。其实我发现你这心里边啊，还算有那么点正义。哎，咱俩不一样，我还得养熊孩子呢啊！说好了，代理费55分，1分钱不能少。嘿，那一审的时候我就拿2成啊，所有的事儿可都是我干的啊。那能一样吗？咱那会儿干的是律师该干的，现在我干的是私人侦探该干的，这不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吗？啊，哎，你这样，跑跑颠颠的事儿啊，我去办去，回头我让那个他们把代理费呢能多提咱们提高点，成吧？这就干去，55，1分不带少的，我现在就忙去啊，不能少。哎。进来吧，就是这儿了，我们的新家。哎，那是你的房间啊，快去看看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窗明几净，这跟原来比真是天差地别呀！到哪儿山唱哪儿歌，咱们有家就不错了，冷不着热不着的。哎，这厨房够大吧？这怎么还一股霉味儿啊？这不是还没打扫吗？等打扫干净了就没事了。姐，你说这人心咋这么坏？哼，人类生存了这么多年，你说有哪个人把人类这种动物研究清楚的呀？亚兰，咱就别想那些了，咱把这儿啊打扫好了，好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不过我也跟你说句实话，可能我们要经历一段比原来生活相对艰苦的时期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块儿，嗨，
咱俩一起同甘共苦，姐我还要跟你一起学法律当律师呢。那就开始干吧！说什么姐？我干着这些东西，我头皮发麻。你先把你的放你屋去，又得来一遍，我的天哪！我把我的放我屋，一会儿咱们收拾厨房去啊。我随着风吹过的方向，追着阳光和土壤，自由生长。风说着，别停下你的追逐，做义无反顾的信徒，心无旁骛。退庭。被告，如果有偿还能力，尽量先清偿一部分债务，过了履行期限，原告是可以申请直接执行的。谢谢。被告代理人，小罗，对不起啊，方月。现在还说这些话干嘛？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偿还？实在不行，那个律师费。那是我的事儿，方律，在这个案子上，您和秋华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剩下的由我自己解决吧。这些社会上的公司不好惹，如果你不还他们钱，他们一定会闹到律所去。到时候我就想保你也保不了你。我会把他们都解决掉的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哎呀，王律师，民事部新转职业的小梁可真不争气啊！到洗脚店洗脚，因为价钱的问题跟老板发生争执，还打了起来，闹到派出所去了。保他出来，然后请他走。让他走吗？小梁也不容易，家里连续遭难，全靠他一个人撑着。让他走。律所不是救济所。你今年多大了？42，怎么了？你28、9岁的时候在做什么？我28在机关当秘书呢，上班给领导拎拎包，下班健身房撸撸铁。回到家里，一边人生茫然，一边寻找生活的意义是什么。怎么想你问这些了？我觉得你之前说的很对，年轻人不能让他上得太快。梅阳，周老板，我又来麻烦您了。法庭啊，我整个都听了，这给个心疼的。你说这事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，太冤了。周总，我是想来找您帮忙，您能不能把那个4个债主啊，给他们招呼到一起来，
我想跟他们商量一下这个还债的事儿，您帮我在中间说和说和，行吗？哎呀，找他们几个呗，简单。什么时候？您约吧，您约好了，您告诉我，我随时都行。小事。谢谢您了，跟哥吃饭。哎，不，就到点儿饭口，我已经很麻烦您了，我就不再占用您时间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看你这好几次。哎呀，妹呀，哥还有个办法，你跟哥呗，剩下钱我都给你还了，你别活这么累。不是周老板，我听不懂您说什么，我先走了。什么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就非得让我这么回报你是吧？那一口一个妹叫白叫了。这事是不是我给告诉我爸呀？让我爸告诉你二舅，是不是惹懵了？哎呀，这闹玩呢，跟闹玩呢，哪是？我知道你闹着玩啊，你吓我一跳你。那事儿拜托了啊。哎，妹不是。姐，那你说这周老板为啥这么帮咱呀？这周老板这人吧，就是一个热心肠。我不信，无利不起早。上次卖房子他就帮过咱一回了，他这次要是没点好处，为啥又帮咱？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呀？兰兰，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，不全是利益。就好比说你吧。你在我家挣的比原来少，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在我家待着呢？那倒也是。那姐，我就觉得吧，不管怎么说，咱都得好好谢谢这周老板。大恩不言谢，这么大的情分，怎么谢呀？哎，姐，周老板。喂，哎，周老板，哎，什么？啊，好呀。那什么时候啊？啊，明天上午10点。行，那我准时到。哎，好好。哎，那谢谢周老板啊。哎，再见。嗯。啥事儿啊？我不是让他帮我约着那些债主吗？他约到了，约着我明天过去谈呢。姐，他对你的事儿这么上心啊？嗨，求人办事儿嘛。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兰兰，你别胡说啊！反正我没这么觉得，而且我也不好他那款啊，我就把他当朋友。姐，你看看这种人啊，又有本事又有钱，那咱呢要跟他好了，也不是啥坏事。兰兰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生气了啊！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兰兰，我出去了啊，中午不一定回来吃饭，别等我了。姐，我跟你一块儿。干嘛去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陪你一块儿，我才放心。哎呀，这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办就行。姐，我把你当亲姐姐，你拿我当外人。行，我就怕你说这句话。行吧，走吧，走。这哥几个是我多年兄弟，这是我妹。今天在座的呢，都是亲人，咱们有话呢，好好说，好好商量，好不好？妹呀，那你先说。好，谢谢。各位大哥，我先表个态啊，这个账我认，但我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，你们应该也看到了，我们家的钱被我这丈夫全都转走了，我是被我这丈夫给害了，你们的钱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妹子，你男人害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大哥，您先别急，
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名下有一辆车，我丈夫名下那辆车也没有开到国外去。不过，我的房子已经被银行收走了，我会尽快的把这2辆车给卖出去，再从我父母那儿拿一些，7凑8凑。说真的，我再怎么凑，也凑不到你们的总额。所以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只付你们总额的70%，并且一次付清，就算是全部还清了，以后我们2不亏欠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加上我丈夫之前还的利息，再加上我这70%，你们绝对是回了本也有的赚的。如果你们同意，我就马上去办；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我也只好拼了命的和你们打官司去了。可是我就怕这越耗吧，这钱越少，到最后就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呗。各位大哥，我再补充2句啊。这笔钱呢，确实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的生活，这个我们是有证据的。刘明欠的债，罗英子愿意替他还，但是超出本金太多的部分，他也确实承担不起。我们今天来呢，也是抱着善意的态度，想要跟各位大哥商量商量。如果各位大哥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就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了。我不同意。秋绿，你这个话我爱听啊。妹妹，你的态度不对啊。这什么就不行，就打官司，就什么就要命一条的，这什么态度啊？我说个公道话啊，我这哥几个就吃这个呢。你说钱放一阵儿，回来了个本儿，没有利息，那吃什么呀？妹啊，你就留个吃饭钱就完了啊，其余钱用来还债。哥几个，回头呢，我也得替我妹妹，反正也得说一句，这孩子呀，找这么个丈夫，你说，哎呀，房子让法院扣了，那2辆破车呢，马上要卖还债，律师是律师，见习的就没拿工资。哥几个，要不这样，给我个薄面，啊？哥几个，哎，不行，咱就这样。关键是有老周罩，没招。哎呀，这一上来就门。周大哥，谢谢您帮我解，我敬您。哟，这你们律所小律师啊？兰兰最近在我们家帮忙。小保姆啊？大哥，还没事姐。大哥，我不是保姆，我不是因为钱才跟着我姐的。我跟着我姐在学法律，将来我也要当律师的。好，敬您。有志向。好，哥几个商量怎么样？我们商量了，妹子，按比例80%，不能再少了。哥，我是真拿不出这么多。妹子，不能再降价。你这样吧，你能拿多少拿多少吧，不够都给你补。大哥，你这不是在堵我们的嘴吗？哎，哪能让你俩还啊？就甭管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们让80%，那都给我面了，就这么定。那就按照咱们前面说的，还了这80%，咱们就算2期了，是吧？同意，还了这80%，就算他还清了。好嘞。那我们这儿准备了4份合同，咱们把这80%啊按比例算一算。哎呀，你那东西不着急，这着什么急？来，坐，是不是解决了吗？幸福的小酒先喝起来啊！拿着，要不要你啊？我送啊！走来。哎，房子是不是主动让银行给你收的？哪儿啊，哥？我说真的啊，我前几天都流落街头了。哥明白，
房子让银行收了，将来打官司还能打回来，让我这哥几个弄去，那就没了。哥，您回去吧，甭送了。今儿真的多亏有您，谢谢了哥。哥客气声，那我回去喝会儿啊。谢谢啊，邵老板。哎，姐，你们回律所我也不顺路，我看旁边有个超市，我去买点肉跟菜。家里没了啊？吃完了。去吧，少买点啊。啊，每次买那么多都坏了。放心吧。啊，那你开车慢点啊。好好好，走了啊。钱好凑吗？这些钱还行吧。秋华，是你通知银行刘明跑的吧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事先没告诉你，严格来说是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。但我也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有房产，那些私人贷的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到头来你房子保不住，银行那1000万还得你自己来还。万一他们要是盯上了你的房子，像今天这样坐下来调解就是不可能的。谢谢你啊，秋华。我原来就觉得你这人特厉害，但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。哎，连方力宏都想不到这个点。厉害啥呀？未见得能保住你这个房子。那毕竟是帮我还清了债呀。哎，如果那房子在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那些债主他能饶过我吗？并且银行1000多万也就没着落了吧。所以我只能说，再一次的隆重感谢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多这个嘴啊。就你那个小保姆，我觉得不太靠谱。你现在自己一个人有必要雇一个保姆吗？兰兰吧，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真的帮过我大忙，我把她当妹妹看，而且她这孩子挺勤快，也护着我。所以你说让我赶她走，那我这良心上是过不去的。反正你最好提防她点。我提防她干嘛呀？难不成她能把我给卖